怎么变得这般狼狈？难道老夫的五龙闸威力不够大？五龙闸威力无穷，是晚辈无用。到最后神识突然不知，否则只差一点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神识不知，你是不是动用了2次五龙闸，并且动用时间太长了些？是晚辈太贪心了。晚辈一开始未动用五龙闸全部威能，只想将那些外人全都引出来，再同时击杀，却没想到其中一名本族叛逆，修有特殊神通，竟能抵挡五龙闸。晚辈事先布下的手段，也意外遭人破坏。江前辈，我记得便还有一事相求。相求？不要指望老夫会为你们浮游族出手。晚辈怎敢奢望此事？在下只想求江前辈以晚辈一丝残念为引，接引晚辈本体降临冥河之地。那些人已经夺走神乳，若不抢回此宝，击杀这几人，晚辈罪责不轻。让你本体到这里，你脑袋没有糊涂吧？你们浮鱼一族无法在冥河之地生存太久，多则年许，少则数月，便会被阴气侵蚀，修为大减。听你所言，那几人修为都不弱，你本体来了，多半也不是他们联手之敌。难道还想再借老夫的五龙闸一用？五龙闸，晚辈自然还想再借用一次，但不一定真需要动用。晚辈本体会带一支神潮一同降临此界。神潮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为了几名金凤级，竟要动用此物？再说，你怎会有动用此物的权利？神潮一直掌握在你们族那几个老不死手中，那可是你们一族不到生死关头不会动用的大杀器。前辈误会了，晚辈带来的不是族中圣物，只是几位大人不久前炼制出的一种仿制品，其实应叫小神潮才是。此宝可以幻化的圣虫只有一种，而且还是极低阶的那种，并且只能使用一次，动用过后便会完全报废。小神潮，有些意思。老夫久闻浮游族神潮大名，可惜一直无缘一见。既然见不到真品，看看仿制品也不错。我可以破例帮你召唤本体过来，不过还想再借五龙闸，不付出些代价可不行。可晚辈身上只带了1瓶玄魁晶。这没关系，等你动用完小神潮，将废弃原物交给我便可。此种交换不算过分吧？前辈要小神潮，你若不愿也就算了。老夫想要此物也只是见识一二，难道凭一个用废的仿制品就能弄明白你们神潮的秘密？好，晚辈交换，但晚辈也有一个条件。小神潮用完后，前辈只能研究粤语，到时原物还需归还，否则晚辈无法向族中长老交代。有你这话就行，老夫这就帮你施法，召唤本体过来。也幸亏你有一丝分神在此，否则凭空破界射人，老夫也做不到。韩道友，可将最后一个印记炼化掉了。多谢2位道友出手相助，没想到这最后一个印记如此难缠，像在体内生根一般，竟无法去除分毫，只好大费手脚在体内直接炼化。如今4个印记全毁，总算解决心腹大患了。韩兄何必这般客气？我2人性命，先前也是韩兄所救。这是2瓶绿阴丹，属性阴寒，对2位道友应当有些用处。我和师妹还真需要此物，就不和韩兄客气了。多谢韩兄。韩兄，这丹药恐怕价值不菲吧？我和师妹损耗的阴力一下就恢复了大半。能对2位道友有用，自然最好。韩兄，这里不是什么久待之地，我们下面如何行动？先前商量的计划，也只是如何摆脱鬼婆等人而已。袁姑娘所言极是，此地的确不能再待，必须马上离开。至于之后，自然是想办法破开此地空间，返回灵界。此事颇为棘手，我虽有些打算，但还需从长计议。边走边说吧。好，
就依韩兄之言，我们先收下法阵，然后马上出发。看来我来晚了一步，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。原来是借助法阵之力驱除印记。不过既然离开这里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上加难了。罢了，为了魔坟中那物，我就拼上一次。当初就该在韩小子身上多下一道禁制。还不快快醒来！金老，起来吧。参加主人，主人将我唤醒，难道是？幸亏当初出发时，你将一具化身分神留在我本体之内。现在金老主元神已经陨落，你便是精灵了。原来真的陨落了。我说为何再也感应不到本体？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，金灵继续为主人效犬马之力。主人不惜精血将我唤出，应该有什么事需要金灵去做吧？我在韩小子体内的印记被毁，又跟丢了此人。我准备施展木之领域，寻找他们的下落。如此一来，不得不动用本体力量，所以我要你守住我的本体陵墓。我已在附近布下青木周天大阵，即便六族那等存在闯入，也能困住一时半刻，足够你带着我的本体安然逃脱。木之领域极耗主人本源力量，一旦施展，1000年之内无法再动用第二次。主人真要如此做吗？恐怕必须如此。上次在魔坟中见到的那颗珠子，里面蕴含的力量，竟与我的本源之力相同，可论精纯和数量，却是我本体的10余倍之多。只要得到此宝，花些时间将其中力量吸收殆尽，我不但能立刻突破眼下境界，再进阶更高层次，也大有可能。此物对我，比所谓冥河神乳更重要。既然主人如此说，金灵一定会照料好主人本体。这是主人的天目镜，此宝从主人得到之日起，便一直陪练至今，小的如何能拿？主人要去魔坟，正需要此宝退敌护身。本体若是不保，我又如何存在世间？况且金老也知道，我前些年另得了一件灵宝，其威力不在此镜之下，克制魔气时比此镜更加有用。除了天目镜，这2口长青木灵剑也远胜原来2口，你也收下吧。原来是借助鬼婆门下2女之力毁去的印记，看来连鬼婆自己都不知道门下懂这门秘术吧？既然知道他们遁走的方向，总会找到他们3人的。什么？韩兄还打算寻找空间节点，返回灵界？不错，我在人界与灵界时，对空间之道也有些研究。任何空间都会存在一些节点，并且空间越小，这种节点越容易发现。那些空间裂缝其实是空间节点的一种变异。只要找到此地的空间节点，应当有很大机会返回灵界。毕竟冥河之地只是附属灵界的一处空间，并非真正一界。除非2位道友不打算离开。其实我们先躲藏一阵，等那些人离开后，暂时在此地修炼，也未尝不可。现在，我等要先找一处极其隐蔽之地，暂时躲上一段时间。我等就在这里藏身吧。